Hello， 小伙伴，大家好，我是大冰块。只有这里才有大飙车最全的拆车视频，还不快来了解一下？他想的是什么呀？我今年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我能不能拿到年底分红？我明年或者说是2、3年，我还能不能在这个厂家混？里面还是一个六边形，像纸一样的薄啊。Hello， 小伙伴，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一期的大飙车呢，我是薛俊峰，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的大冰块。今天呢，就是这台比亚迪汉的最后一期节目了，就是前后门内防撞梁和甲醛那样事儿。前2天啊，跟小伙伴去聊了前后防撞梁底盘的部分。对于比亚迪汉而言呢，随意的在网上去搜一搜，蹦入眼帘的基本上就是特斯拉不是个，保时捷咱俩看一看，基本上是这个论调。这是对于比亚迪对于这台汉的一个期望，但实际拆开之后呢，又的确会看到了不一样的景色。例如说前后防撞梁和豪华车相比啊，就有些差距的。那底盘这块呢，又跟之前我们拆过的叫做秦 Pro 啊，又是极度的相似。今天呢，就到了前后门内防撞梁和甲醛这样事儿。先跟小伙伴去看一下门的内饰板，重量还是很沉的，用的材质是比较多的。正面呢也会看到有多种的材质相搭配，并且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木纹的材质。这个比亚迪的内饰部分啊，做的还是很好的哦，吸棉面积是非常大的，并且它这个吸棉啊工艺真的啊不简单，它有很多镂空的地方，每一个镂空就会意味着更多一道的工序。那也是一个原生棉的形式，那厚度呢挺厚的，并且它的整个吸棉挂得很结实，就这一块的工艺啊做的真的挺好的，超过60-70%以上的车都是没有问题的，这块还是会给好评的。好，我们还是回到门这一块啊，首先呢它是有一个黑颜色的装饰条，它的门呢是一个一体冲压式的门，也是全框型的。那门铰链呢上下都是冲压式的门铰链，门铰链啊是有点日韩系了。限位器呢是包速的形式，我们看一下门本身。首先呢它前面的门是一个全封闭的门，大家可以看到黑颜色就是我手指的这个位置是一个 PVC 的一个工程塑料板，边上是有这种软的材质啊进行密封。这种设计是非常现代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主流的一线厂商，很多都在用这种设计。首先呢，它是可以减重的，并且它在后期装配的时候呢，可以更简单一些，因为它是一个一体的形式，在维修的这时候呢，也是会更简单一些。缺点呢，就是相对而言呢，成本是比较高的，它的工艺会更复杂一点。防撞梁呢是一个 U 型的防撞梁，大致啊是这样一个角度，上面的加强筋也是有一条的，是横着，大概是这样一个角度。也是有一道防撞梁和一道加强筋，它的防撞梁呢也是偏于欧系那边会更多一些。那刚才也说了，它的整个的门呢是一个全封闭的门，并且呢它的每一个位置额外的通气的地方啊都会有胶布去进行封堵的。理论来说，它应该是有气压式传感器的，但实际上这台车并没有气压式的传感器。还有一点什么呀？大家看啊，这一个封闭版的供应商叫做 BROSE， 这个供应商绝大部分会在欧洲车上出现。我们看过奥迪、宝马、奔驰、大众啊，就是很多这个厂商供应是比较多的。这种造型呢，更多的是要承载气压式传感器，因为气压式传感器它是需要一个密闭的门，也是气压式传感器呢，它是通过这种气压的骤变而感知你侧门是不是被撞啊，这是一系列的东西。行，这就是前面这点事儿，我们现在呢去后面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好，那现在后面呢也跟小伙伴去展示一下。首先后面的门内饰板，它的吸棉的面积也是非常大的，和前面的制作工艺是非常相近的，很厚。我们来看一下门本身，那也是有相应的黑颜色的这个装饰条，也是一体式的门。上下的铰链呢都同样是冲压式的门铰链，那中央呢也是包速的限位器啊。后面的它的制作的工艺就跟前面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前面呢刚才说了啊，是一个全封闭的门，那后面呢就是那种相对而言有些普通的发泡式的防潮膜加上胶，然后去进行相应固定的，也是有2个部分。前面呢是一个更大的开口，后面是一个相应小的开口，中间这有一个架子啊，这个架子呢是固定门板上螺丝用的。里面呢同样是有一道防撞梁，是一个 U 型梁，大致是这样一个角度。然后呢是有一道加强筋，是一个横的形式。它这个呢上面呢有一个这么长的一个加强筋呢是靠上的，但是它这个呢是一个连接的筋，所以说我们就不能称为2条了。这一块是和整个门板
的上面的那一大条是相连接的。前后呢门板呢就跟小伙伴去聊到这儿，那么现在呢就来看看这一台后排无法放倒的后座椅，它后排的钢板到底有没有呢？去看一下。现在来到后排呢，跟小伙伴看一下钢板的问题。当然呢，这台车后排是不可以放倒的，所以我们也是花了不少功夫呢，把它全部给拆开了。那这台比亚迪汉后排是没有钢板的。我们把它打开以后呢，会看到座椅这块呢，直接就是它的海绵部分，那也是会看到几个金属的框架啊。车厢部分是有一个微型梁的，国家呢是有一个相应标准，就是后面呢有相应的重物，如果向前撞击的话呢，不能够侵入到车舱内，所以说这个是必须得有的。这后面呢就是空的，都能看见我的手，所以说呢，这台车后排就是没有钢板的。说好的豪华车呢？从我的内心，我一开始对钢板这个问题是丝毫不担心的。我会觉得这个车真的把里面这些东西做得很好了，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座椅它也是花了很多的功夫的，并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后排座椅两侧还有气囊的，包括说它的舒适度，下面的指针板还是那种水溶性的纸板，就是用的功夫还是挺多的。但是还是没有想到它后排钢板这块呢会忽略啊，一般小伙伴呢肯定是看不到的，但是呢，我们呢作为大飙车，还是要把一些我们力所能及能够拆开东西的跟小伙伴去展示一下。所以说，具体你选择不选择那是你的问题，你是看重这个豪华的东西能够唱歌，还是会看重钢板问题？选择权在你。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细节的一个地方，就是中央安全带的固定点竟然和座椅的固定点是共用了一条螺栓，这个是不应该的。理论来说，它是不能够共用的，是因为它要保证相应独立的强度。行，这就是后排的座椅这个事儿啊，也是给小伙伴再去展示一下。OK， 好，我们把座椅给立起来，看一下地板的东西吧。它的大线呢，只有一块缠绕是比较密的，而剩下的地方，包括往前的地方呢，都是缠绕是比较稀疏的，所以说我们呢会把它认为是比较稀疏的一个缠绕。下面的材质呢也是原生棉的形式，它是一个发泡的，和座椅这块是差不太多的啊。我们也是用手上这个 ppm 这个机器呢做了一个半定量的测试呢，同样呢还是在地板、顶棚和座椅三个位置呢去进行了一个相应的甲醛测试。地板的含量呢是 0.029 毫克每立方米，顶棚呢是 0.024 毫克每立方米，座椅呢是真的是比较低的啊，只有 0.015 毫克每立方米。行，这就是这几个极端位置的测试。空气呢依然是小伙伴们非常关心的，最终要从空气里面去进行采样，然后去测得甲醛和 TVOC 的释放量到底是多少？我们现在呢去我们的测试现场去看一下。那现在呢终于到了这台车内空气甲醛和 TVOC 释放量的测试环节了。当然我们依然还是老的方法啊，23度上下1度，恒温密封静置16个小时之后呢，从驾驶席的位置呢去抽取相应等量的空气啊，就是10升的空气和分释剂呢完全的融合，显色液呢也是滴注完毕，是按照分释剂分工光度法的这样一个标准的去进行准备的。这个方法呢也是现在世界公认的啊，就是测试甲醛释放量的非常好用的方法之一。那么还是来直接看一下相应的数值。最后呢，在我们的仪上显示，这台车甲醛的释放量是 0.039 毫克每立方米，这个数值相对而言啊是比较低的。它的 TVOC 释放量到底是多少呢？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好，那接下来呢就是 TVOC 释放量的测试环节。当然 TVOC 呢是甲苯类这些有机挥发物的一个总称，对于人的啊就是这种影响呢会更为直接一些。首先呢，我们说车内的绝大部分的那种怪味道 ，TVOC 占的分量会更多一些，吸多了啊就是恶心啊、呕吐啊这种不良反应也是有的。所以说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无论是便宜的车也好，还是贵的车也好，这种起码的最基础的这种呼吸安全需要保证的。所以说呢，TVOC 也好，还是甲醛也好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数据。这台比亚迪汉，那车内 TVOC 的释放量呢是 0.39 毫克每立方米啊，这两个数总的来说呢，跟我们测的这些车里面比，相对而言啊，都是属于比较低的数值了。行，这就是最后一项测试了。那我们马上呢就会回到车前，然后看看这台车在今天这个环节它的得分到底是多少，以及在我们的积分榜上面它的排名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总结一下最后的得分。对于这台比亚迪的汉 EV， 说今天的分数之前呢，也是再回顾一下我们前2期的分数。在前后防撞梁的部分，在满分61分的情况下，它的得分呢是24分。底盘的部分，在满分55分的情况下呢，得到的分数呢是33分。那在今天这一期呢，在前后门内防撞梁和甲醛的部分，在满分43分的情况下，最后的分数是31分。最后这期啊，成绩还是不错的，无论是 TVOC 也好，还是空气甲醛也好，还是半定量的测试来说呢，都是拿到了一个相当好的成绩啊。这车进去以后啊，的确就没有那种特别让你觉得刺鼻的味道，表现的还是比前2期会更好一些，而且头枕呢也是都齐全的。失分比较多的地方呢，就是后排钢板这一个问题。当然，可能小伙伴会说，都是这个不可拆卸式的，并且是不是有一个微梁？其他车是不是也是这样的？那答案呢，真的不是这样的。天籁就是后排是不能放倒的，但人家后排是有钢板的。包括说我们其他的很多车型也都是这样的。当然，最后呢，依然还是要在我们的积分榜上面呢，看看这台车它的得分到底是多少。我们现在去看一下。那么现在呢，就来说一下这台车最后的得分。那2020款比亚迪汉 EV， 它的试驾成绩呢是69分，它的拆车成绩呢是55分。同样的，我们还是按照25%和75%的这样一个主观和客观的比例啊，去进行最后的计算。精准的小数点后2位，小伙伴啊，先大胆的猜一下，豪华车应该是多少分？先看啊，电车里面的豪华车，特斯拉 Model 3应该算是豪华里面的啊，最后一个了啊，是77.16分。怎么着呢？应该是70分上下。但是它呢，最后得分呢，仅仅是58.76分，是在这样一个位置啊。条呢是黄颜色的条，是因为它的价格呢已经超过了20万。当然，我们也是看一下跟小伙伴一直在提的比亚迪的其他几个车型，比亚迪700啊，得分呢还是在64分，也是进入到60分的行列了。而之前提过的比亚迪的秦 Pro 那是51分啊。最后呢，也还是会花几分钟时间跟小伙伴去唠叨一下这台车到底适合谁。当然也是老规矩啊，先说一下优缺点。我觉得这个车呢，优点啊，这还是挺多的。这台车外观给予人的一个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第一呢，这车很大；第二呢，它是有些扁，前面造型啊，这么看上去呢，还真的有点像保时捷的意思。后面呢，会看着有点像奥迪的感觉。对于这个汉而言，它比亚迪这3个字几乎是没有体现的，它会在很小的地方去显示，就是我们在忽略它本身这一个 logo 的情况下，我们一眼看上去这车呢，是一个挺贵的一个车，这是很多人跟我说啊，这是他的第一感受。坐到车内吧，就有比较好的感觉，包括豪华感啊，包括说这种细致感觉也是扑面而来啊。基本上啊，让人一眼看上去呢，有些爱不释手的感觉，这个是不可否认的。开起来的话呢，我认为优点呢还是会有不少的。首先呢，它的路感，我会认为自主品牌的电动车而言做的算是不错的。它的车的自重啊也达到了一个2吨多一点儿，但是它开起来的话呢，并没有那种特别沉的感觉，整体的调教我会认为跟我的预期是差不太多的，质感其实还是有的。低速的加速性能，包括说整体的隔音的效果，包括说底盘的质感，方向盘这一块还是很细腻的。当然这些呢，依然是在我的想象之内吧，是因为之前在开过比亚迪的秦 Pro 的时候呢，就跟小伙伴去聊过，当比亚迪呢去请了德国的底盘工程师的时候呢，他们的底盘质感真的是一个飞跃的上升。这台车呢跟之前的比亚迪秦 Pro 呢也是相差不太多，缺点啊也是非常直接的，80公里以上，到120公里会感觉到非常乏力的感觉。那我们拆的时候也看了嘛，它的电机的转速的确最高只有15500转，这个不算是一个高速电机。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续航能力，尤其是这台车呢还是一个 PTC 的加热的形式，所以说在我们北京这个环境在开的这一段时间啊，就是咱们不说远了，就是最后一箱电的时候，就是加满的那个电呢，驾驶的里程和它标的呢大概会砍掉将近40%，这个也是
非常现实的问题。磷酸铁锂电池现在也仅仅是比亚迪的汉在用，特斯拉的 Model 3在用，还是需要更长的时间去验证才会更明朗一些。它的安全系数相对而言是高的。从这一块来说啊，它适合谁呢？就是适合那种对高速没什么需求，对这种耗电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敏感度。您就是城市里面呢开着，从0到80公里，这个速度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呢您充电呢是比较方便的，回家呢就能充上电，或者说呢您附近啊特别近呢就有充电桩也是可以的，因为它的续航的确是飘忽不定啊。虽然说它有着长达600多公里的工信部的续航，但实际呢记住啊，40%是有的。当然了，这台车呢网上随便一搜呢会有很多的定义词。首先，汉呢是比亚迪的旗舰车型，它的竞争对手啊，就是基本上你网上一搜都是这一个方向的。特斯拉不看在眼里，对标的是保时捷。当然我呢也是啊，网上随便搜一搜啊，一小段跟小伙伴去念一下。某论坛有一个人想问呢，说比亚迪汉的底盘到底是个啥样子呢？到目前为止，全网找不到比亚迪汉的底盘的解析啊。我们这个节目放了以后呢，您肯定就是能找着了。其中呢，有一个人的留言是这样的啊，说你真的是不懂车。小鹏 P7 和比亚迪汉都是品牌的旗舰车型，都是属于 C 级，甚至是 C 加，甚至于接近 D 级的车。在国外售价呢，加上税费以后呢，基本上和奔驰 S 一样。听到这话以后，哇，把我吓坏了，真的。公司对旗舰车的定位都是什么对标 Model S 的，Model 3根本就不在话下。底盘对标的是 Panamera， 就是保时捷那个Panamera 啊，大家可以去看看上市视频的回放。人家压根儿就没把Model 3放在眼里，你们车黑一直不断的在黑，意思就是说啊，你们看你们在说什么呀？就是我人都晕了。当然呢，人家呢是有表达自己这个语言的权利啊，但是呢，我会觉得这种导向呢，可能是和他真的啊在宣传里面这个定位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说呢，让大家从这个表面看到，真的是 Model S 的对标车型，真的是 Panamera的一个对标车型。当然这个仅仅是冰山一角，其实网上还有更多这样的言论，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但是我们还是会说啊 ，Model S 什么样我们也拆过，对吧？Panamera 呢，我们的确是没拆过，但是我们大致是能够理解豪华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豪华车呢有2个概念，第一呢，外观、内饰豪华，这是没问题，这是应该做到的。奥迪、宝马、奔驰，其实他们做的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豪华还是有另外一个维度的，就是你里面到底是什么样。所以说，我们把它拆开之后呢，就会看到，说好的豪华，难道你真的仅仅就是表面那点东西吗？总结来说，这台车你在看不见的地方，就是和比亚迪之前的秦 Pro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个是啊，我们的确就是看到的实际东西就在那儿呢。您再怎么说啊，说我是车黑是吧？请问我黑什么了？我拆开了，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看到的东西。如果您把我称为车黑的话呢，嘴呢长在您的脸上，您想说什么都行。但是呢，我还是要秉承我们一贯的做法，就是拍着良心把车打开，让大家能够看到一般情况下看不到的东西。具体您怎么想？哎，对，那是您的问题。您要真觉得这是豪华车，我们就想买回去也没关系。所以呢，之前我也说过，车呢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差。任何的差车它也有优点，任何的好车它也有缺点。我们希望的是小伙伴们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车，我就不在乎里面是什么秦 Pro，我就喜欢这外观，对吧？我就喜欢这内饰，我就想唱歌，可以，它是适合您的。这个也是跟现在我们消费者的一个诉求是有一定关系的。现在我们对于绝大部分消费者的他的要求呢，就很多人呢还是在表面的这点事儿。所以说呢，这个车呢是迎合这部分人的。当然说呢，这个呢一定不是说它一直是这样，因为消费者他的认知的能力、关注的东西，它也是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就跟吃饭一样啊，就是我们最早的时候就讲究我要吃肉，我要吃饱，但是现在还会想这2件事吗？不会，我们在讲如何去吃好。
这又是一个你的消费的一个变化，汽车一定也会有这一天。对于一个汽车厂商而言，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有没有，是决定他以后能不能够去走得更远、走得更长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因素。不否认，对于我们现在大多数的自主品牌来说，核心的这个东西还是比较欠缺的，是因为呢，你要想搞这种踏踏实实的核心技术，它不是一个马上就能够去兑现的这样一个东西，它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用很多的人，花很多的钱，还短期看不到效应这样一个东西，是因为现在大多数的汽车厂商都是销量去推着走的，包括说市场去推着走的。举个例子啊，某某厂商，对吧？我是大老板，大老板都不管车型，他是管这个长远目标，是不是？我得卖100万辆车，下面销售部啊，你得给我完成这件事儿，100万辆啊，销售部得嘞，接招了，叫 KPI。拿到手以后呢，我得分析，哟，今年汽油车市场什么样，电车市场什么样，普通轿车什么样，这个价格车什么样，SUV 什么样，我开始去分析。豪华的电车，有一定的市场，把这个份额呢，这个压给相应的这个研发部门，造一个这个车，时间紧，任务急，我们明年就得卖车，您自己看着办。你说这个研发部门说，不行，我得花5年研发一个核心技术，我一定能成。您放心，这个时候您就已经滚蛋了。他想的是什么呀？我今年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我能不能拿到年底分红？我明年或者说是2、3年，我还能不能在这个厂家混？他想的是这个。现在很多厂商都有这个问题。比亚迪今天做的这台车，它也没有让人有那种哇塞。没有这个感觉。最近一个让人有哇塞的感觉是谁呀？特斯拉。它跟这些传统的企业走的不是一条线儿。马斯克在造特斯拉的时候呢，人家不是想的，市场要什么呀？要这个我得造一个。人家就是想我要造一个极致的电动车，所以人家能成功，这就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当然呢，这个的风险也是很高的。特斯拉，包括说马斯克，什么猎鹰9号啊，什么回收什么的，人家也是濒临破产，人家愿意孤独一掷，我赌了，我搏了，人家成功了。但是也有很多企业，它就直接倒闭了，这是有的。但是作为传统的汽车厂商而言呢，他担不起这个风险。他想要的是什么？我能卖车，我造这个车呢，成爆款了。我赌对了，包括说呢，我的这个决断呢，我是正确的，不成爆款呢，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对吧？要外观有，内饰有，大屏有，所以说呢，像这些厂商都是在赌，像这些厂商他是在活着。当然说呢，对于自主厂商而言呢，他自己有没有危机感是有的。研发这个东西吧，很难。这个东西吧，不是说只有你在起步，人家都已经走成这样了，您在起步，都在进步，你怎么追？所以说收购呢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你以为像比亚迪、像长城，他不想收购成熟的厂商，人家非常想。但是呢，吉利啊，在这块呢算是赌对了一把，赶上了一个末班车，把那个沃尔沃给收购了。所以说，吉利现在的产品哐的往上走。他当时收购沃尔沃的时候，也并没有马上就见成效，也是过了好长时间才看到效果的。还是要说回来啊，对于外观内饰这点事儿呢，又是一个最安全和最简单的。因为什么呀？供应链，外观找一个牛设计师，我一设计，大灯有供应商，做得好的厂商就那几个，法拉利什么海拉，对吧？其需求啊，你只要钱给到了，能做内饰设计师、零部件、座椅什么的，全部都是现成的供应商。这一点呀，不得不说得感谢国产以后的那些国外的品牌，是因为他们的大量的国产化带动了整个供应链的提升，你这些东西才能够变成可能。所以说呢，这个也是现在绝大部分自主品牌呢都在去困扰的一个问题。其实作为比亚迪呢，我们的确看到了对于他们能够努力的地方，他在努力。但是我还是会说，对于一个有着野心的自主品牌，你不应该仅仅止步于此，你不应该仅仅去用外观内饰这种东西去打动消费者。万一我们的评判标准变了呢？您还追得上吗？您还想做特斯拉这样的企业吗？如果你想的话，你就要用更多的心血、更多的耐心做研发，去做自己真正核心的这样一个科技。行，今天呢，大飙车就跟小伙伴聊到这儿，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自己车自己做出大名画，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的大名画。那我们下辆车再见。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那我们在这里的视频呢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会进行同步更新的。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点击下面的订阅，当然呢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